好，今天是一个好日子，我们一起庆祝伟大的佛陀圣诞。但是佛陀圣诞的具体日子应该不是今天吧？对，我们是要提前庆祝佛陀的出生，改变了人间常规的叫做自然之道。如果说众生的命运好坏是有所天意的话，如果说你是有命运的人，那么你该受的苦是必然要受的，该享的福也是要享的，该得的病是要得的，该流的泪也一定是要流的。这就是所谓的自然之道。而佛陀的诞生正在改写着这样的一个道理。但是佛陀的诞生在改写这个道理的同时，并没有违背真正的自然之道，让我们学会改变自己，还要顺应那个自然的天道。那也就是说，要想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幸福变得更好的话，如果我们想获得的话，那就应该去从现在开始做起。那道理中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想获得好，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我想得到好，我想得到福报，我就应该做慈善的事。就是这样，从你的行为开始去做去，用行为改变我们自己真正的命运。这个佛陀道理，它并没有生硬的将天道进行逆转式的改变，所以是顺应着天道而改变自己的人生。那么又有多少人希望获得佛陀的帮助，希望获得神的帮助？这我也不知道哈。我是非常希望得到佛陀的帮助，得到能量的加持，因为我们一个老百姓，作为一个普通人，真的是时常遇到过不去的坎，时常你的精神被卡住，你的肉体被卡住，你的儿女被卡住，你的事业将会走向悬崖边境，乃至是带有倾巢之危的那个危机，是人生之中时常是发生的。我们在座的朋友们，有谁会觉得需要佛陀或者是神的帮助的？请举举手，我看看。有些小朋友最应该举手，想不想考好成绩啊？佛陀是世界上最智慧的生命，所以想得到智慧，读书成绩更好，就得举手认可。想找男女朋友找不到，需要佛陀帮助的，把手举高一点，好不好？给我招招手。随后好运就来了不是，有的人结了婚还举什么手？放下。想让自己的经济状况更宽裕的举手。这时候给佛陀的代表我招招手就好了哈，冲我招招手。
还在冲我微笑哈，发自内心的微笑。好，你很快就发财了。哎，要再招招。对，所以以后在外面，禅堂外面见了我之后，一定要打招呼，好吧？哎，就是你要想发财，你见了财神爷，你低着头过去的话，你不是就很没悟性嘛，是不是啊？哎，所以以后见了本财神爷一定要打招呼，好吧？哎，这个说什么话都可以，中文你好，hello， 一定要这样，好吧？哎，对。所以我们人生当中很多方面呢，都是需要帮助的。其实最重要的帮助，一个是身体的健康，一个是我们的智慧。你看，从孩子读书开始，要智慧，是大脑的部分，精神的部分。长大之后，到选择找对象，到选择你的事业，也就是行业，需要智慧，需要悟性。很不幸的人，很聪明的人，选错了行业。譬如说张飞选择了改绣花，请问张飞入对行了吗？错了，我估计他在绣花业，他在哪个工厂倒闭。但是如果让他上战场的话呢，当将军，选对了职业了。对，所以你选你的行业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你的福气产生的时候。找对象的时候，就是找结婚的对象的这个时候，这是你的人生的命运开始展现的时候。不光是女人嫁男人是需要说要有这个福气才嫁给了一个未来能获得成就的一个男人。其实男人找女人找对象也一样的，是不是啊？你是一个有智慧的男人，有定能的男人，如果找个八婆找个木叶叉对，这就麻烦了。比如说这个诸葛亮很有智慧诸葛亮出去打仗去，他老婆不放心总得念紧箍咒。我估计诸葛亮就不会从容不迫，弄出什么空城计等等这些非常精彩的战争和智慧的表现，不可能听得心都乱了没法做事。所以你在找对象的时候要有那个智慧。我们没有那个智慧怎么办？求佛加持还要时常去到佛前打个招呼报个到，佛陀别把咱给忘了这就是我从站在一个俗人角度来看这个事。你怎么样和佛来沟通呢？我不管你信不信佛，你总是需要帮助吧，需要就可以。还有人说我是信不同宗教的，没关系，见了我们的佛打招呼我的佛就是你的神你礼拜一个对你有什么坏处对不对你脑子里分得出那么多的宗教来，只是上帝上天佛陀是告诉众生说你遵循哪一个修行的法门，成为一个好人而已。所以我们见了不同的宗教，也怀有恭敬感恩之心，恭敬敬畏之心，这样才可以，才会获得帮助见了文殊菩萨一定至少无论你多么赶路，最起码合个十，鞠个躬问个讯。菩萨，我现在正在忙呢，请多多给我加持。你一边走一边合十念叨着也可以。菩萨知道这个人不错有悟性，有礼貌。本来说这个人业力深重，比如说你有100个罪业，100个罪业大家不懂什么是罪业，就是你过去犯的罪够判你1万年关监狱的这个你呢时常见了佛菩萨呢，就有个恭敬之心。菩萨说这个人还不错，给他机会，让他消业的机会
哎，走在前面，哎，看到有观世音菩萨像还在前面，哎，这个文殊菩萨就会指点你买一束花，啊，现在观音菩萨面前，哎，观音菩萨一看，这个人不错，受到这个文殊菩萨点化，还知道在我面前献一束花，啊，好，免他1000年的牢狱之灾。啊，比如说你没有太多的罪过，啊，你不要说人都是有罪哈，说你只是有功德，功德还不够。现在是一个中等的经济家庭，家庭还算幸福，儿女还算听话，但是不能大富大贵。啊，菩萨一看这个人有悟性，经常来献花，希望能够获得我们的加持，好吧？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把天上这堆珠宝先给他，试试看他有没有承受力。哎，菩萨弹指一挥间，一个清净的甘露就滴在你的脑门上。哎，那在这个人间的人会怎样呢？发大财了，就是走着路呢，看一个信封没人要，脏兮兮的，我呢拿起来之后不要搞污染了。我要给它放到垃圾桶里，这一拿起来之后，万一里面的信件是谁的有价值呢？所以我看看什么东西吧。一看一封普通的信件，仔细一看，底下的落款是乾隆皇帝亲手写的情书啊 ！Oh my God！ 这个拿到时候的手就开始颤抖了。这真的假的啊？好，去找鉴定机构一鉴定，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说：“哎呀 ，My God，这是遗失几百年的一封信呢，我终于见到它的真迹了。你卖不卖啊？这样20个亿你卖不卖？哎，对了，你就发财了。所以这个事情啊，这个神佛。”想让你幸福，想让你富贵，就如此的简单。天上没有失去任何东西，佛菩萨还是欢喜自在的。所以想讲福分给人就是这样简单。就像今天说一个富豪，一个超级富豪，想让一个农民兄弟富裕起来，住个洋房，多几头牛，多买几部车和拖拉机。非常简单一样，比如一个普通农民兄弟想这一辈子想赚到200万美金，难死你，都赚不到。一个超级富豪呢，几百个亿，好吧，给他1000万，就是这么简单你就买了很多地，买了很多头牛。哎，对了，所以当神佛要是给人让人富贵的时候，比富人帮助穷人要简单多了。所以我们呢要学会就是与神佛沟通，怎么沟通呢？有时间就打招呼，念佛呀叫佛不离口，像少林寺的秘诀是佛号不离口，打拳不离手，天天都要打拳，但是嘴里念的是佛号，那我们呢作为众生来说，我们有空就念佛，好不好？很简单，那么念哪尊佛呢？习惯性念哪尊佛都可以，佛是相通的，没有分别，有人习惯于念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东方琉璃药师佛、南无观世音菩萨，都可以。你今天高兴念谁就念谁，多几尊佛菩萨帮助你有什么坏处啊？都是好的，对不对？比如说观世音菩萨给你幸福。文殊菩萨给你智慧，大势至菩萨给你事业，东方药师佛给你健康和长寿，那多好啊！这个念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富大贵，要啥有啥。我相信听得懂的人，你就真的开始有福了。你从此刻你的命运开始改变。你听起来说
有这么神奇，有这么神圣吗？我听你这么讲一讲，我是生命开始改变。不相信你就试试看，啊，从现在你就开始，以后说我见了佛一定打招呼，那最好的打招呼是恭敬心打招呼，当成朋友也可以呀，没关系的。但是朋友彼此之间也是恭敬，对不对？朋友之间不是欺负要恭敬，所以对神佛他们是大慈大悲的，你对他一份恭敬，他给你无数的幸福，那多好啊！所以一个人想改变命运就是这样简单，佛经很难读吧，对不对？有很多朋友读过佛经，这个本来是有点低血压，读完佛经之后变成高血压了，因为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了，晕了，因为不懂啊。所以听我讲这个佛法就这么简单，一个普通的众生，一个人，那也有人说普通众生，师父我不是普通众生，我是富人。还有说师父我不是普通众生，我是教授。富人和穷人没什么差别，教授和野兽也没什么差别，你都是一个高级野兽而已。人类学家讲得很清楚人类只是高级动物，所以你和熊猫站在一起之后，其实你只是熊猫中的一种而已，猴子中的一种而已。那些猴们就是说我们人类这群猴子说这家伙们比较狡猾，最多是这样的一个定位，没有什么差别只是还是一个动物，还是普通的众生所以今天你是多高的学历，还是今天有多少金钱，还是芸芸众生你总有过不去的那个难关在卡着你。你试试看，你见佛我就去恭敬这个有法会的时候，你过去沾个佛光，蹭个佛光沾一身油花回来，你就有福了。遇上修行人，说实在话，真是碰你一下，你碰到他的衣角，你都可能有福了。也许回去你今天卡到你的那个事业，面临倾家荡产的这个时候，也许你蹭到了师父的衣袖一下，就回去之后你自己的事儿想通了，不但不会倾家荡产，反而还会卷土重来。这个词用的不对还会，大家帮着我想一个词汇，怎么说？东山再起，发扬光大，事业不但不倒，而且还会变得更好这个才是叫化腐朽为神奇的佛法。佛法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其实我刚才讲得很清楚，在神佛那里给你一滴甘露，就是让你荣耀一生就会给你一份光芒，让你的人生变成10倍的光彩还有很多富人，我们常话说的富不过3代，对不对？好，你去真正去经常的去护持佛法，恭敬佛陀，供养佛陀，你多少倍的兴旺都是很正常的，很简单。不是你的孩子不听话没关系，到了当过了这个孩子的躁动期之后其实在大的事情上，这个佛菩萨给孩子领路，他能有什么错误一个大一点的孩子最多就是开过一下快车，喝过2次酒，抽过2次烟而已。过了这个时代的时候，他都会非常好的。他尝试过抽烟，不过如此而已的时候，也就不做了，这不是什么坏事，这个体会的而已。将来他的路是佛菩萨领着他走，他没有错误，只有成就所以就是那么简单的。你不要说我今天念了个密咒让我的事业不垮，没有密咒支撑你的事业，其实就是佛给了你那份好处，就是这样。那你有了这份好处，就处处都好其实是这样子不是说今天观世音菩萨给我的具体是什么，文殊菩萨具体给我是什么，其实
在佛教的这些大菩萨、这些佛陀，每一位这个神圣者给你的都是全面的、全方位的好处，而不是单方面的。除非你求单方面的，是这样的。所以大家知道了哈，对，所以我们想获得这个支持就是这样简单，你不要去讲中间这个原理，说不清楚。其实佛给我们的时候就是那么简单，别说佛了，不要说菩萨了，就本师父作为算是一个普通的修行人吧，我们将我对谁有欢喜心，我想帮助他，我心里这样想，这个人就会好起来，这个人就会发财。像我走过的路、住过的地方，住到每个地方兴旺。我现在在台湾台北道场，再给大家一起共庆佛陀的圣诞。在6年前我来到台湾之后，从我踏足台湾，台湾的经济和繁荣是不是开始复苏？是不是？今天台湾同修能认可这一点吗？对。也同样，我去了韩国，韩国的经济开始复苏。我们的一个大的闭关中心建到了韩国的釜山市之后，韩国的釜山市2年涨了1倍。它今天成为了一个国际著名的城市。所以好多事情就是这样的，不是说我有多么强大，不是这样的，是我老板太强大了。那我的老板是谁呀？释迦牟尼佛。然后把佛光普照带在那里，带到那个地方，就是为了让众生获得利益。所以去修佛法的人我们从最初我们要获得佛菩萨的支持，让我们有智慧、有能量、有健康、有信心去面对着我们这些痛苦、烦恼和障碍。再接着修下去，就会有的人像类似我这样子，哪里有大问题的时候，如果方便的话就去，你就代表着佛，代表着菩萨，用你的心去祝福他，去安静下来。那个地方躁动的人想放炮不就是躁动吗？让他静下来，重新思考事情的时候，就什么事都好谈了，可能和平就产生了。所以有佛教徒的地方，有人念佛的地方，哪里就会有了幸福、吉祥、和平、稳定。这种大的这个天灾人祸没有的时候，才能有众生的基本的和平和稳定。当有这些大的饥荒产生的时候，你的幸福已经没有了，你的生命危在旦夕呀。但是没有这些天灾人祸的时候，而自己心中的灾祸又产生了，贪欲之心来了，我们问题即将产生。有些事情说我不贪心，可能灾难还会产生。所以我们开始学习深度的认识自己，之后会深度的认识自己的。大家慢慢学吧，能学到深度认识自己的，我相信在佛教所有的法门之中，都能获得这样的真知灼见的智慧。来到我们这个道场来修行，就是获得的更简单、更容易学、更明了。因为我就是一个受苦的人，是一个无知的人，这样一路走过来的，受益于佛法，而且今天能够站在今天有缘人面前，能将这些方法传递给你，不需要学很深度的秘法，把这个简单的道理弄懂了，去照着做就好了。怎么做？见了佛菩萨要怎么着？打招呼。首先学会打招呼，第二学会恭敬，好吧？还有呢，就是沾佛光、蹭佛光，蹭是摩擦的意思沾佛光大家就懂了。哪里有法会呀，去沾沾佛光。看到修行人站在路边化缘，去给他一点小零钱，好不好？好。你不要说这个人可能是骗子。如果你像买东西一样，这万一这位就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呢，是不是啊？你这样想的话，你不就觉得可怕了吗？还是恭敬一点吧。见了修行人，
它可以是假，但是你的心可是真的，对不对？你在恭敬修行人，你是恭敬的佛陀呀。万一这个修行人就是佛菩萨的化身，那你没有恭敬，可就失去了好机会，那不就是沾佛光的好时机嘛，对不对？哎，现在有没有人想跟我握手啊？这么多人，我们挥挥手就好了。哎，今天在这个同时，大约有几十万人同时在全球和一起在共同庆祝佛陀的圣诞，啊，那么在网络前、在电脑前、电视机前和我一起挥手的人呢，你能感应到我的手。现场的同学更能感觉到，对吗？哪怕你第一次来，你可能能感应到我。你实在感应不到我，我可就揍你了哈。因为讲道理你也不懂啊，但是更深的道理我也不懂啊。你们来点实在的，哎，我这样挥手，你就能感应到。那我现在不挥手，你向我挥手，就假如说是给一个吉祥的人打招呼，会获得吉祥。啊，好，现在你的手静下来，你的手不动，而我的手动，你的感应就更强烈。啊，神佛宇宙当中最强大的能量，传递给今天一切向我挥手的人，手面对着我的人，将能量给他，让他获得健康吉祥。先别说话哈，先别说话，这个时候手对着我，这个能量在传递给你。我自己现在身体整个都是麻的了，像过了电一样。让一切痛苦消失。消除一切障碍。让一切有缘人身心通透光明自在。让腿不舒服的人能够走路腿不再痛，啊，让头不舒服的人瞬间清净自在，让腰不舒服的人瞬间通畅自在。好，大家把手放下吧，搓搓手，搓搓脸，搓搓脸，之后呢，两手重叠捂在胸口上。哎，获得的能量不要浪费了。心里想，清净自在。智慧无边。好了，手可以放下了。像有些人，就是当我们这个这样的一个庆祝法会呢，等圆满之后，你会发现说，我的身体上原来一些小问题没有了，
还有我的正在卡着我的那个危难的难题解决了，啊，我相信这里所有的人都会获得你应该获得的那一份。好，接下来呢，我再用我独特的方法呢，再帮助众生，再帮助今天的有缘人哈，再让你获得你该获得的东西。我手碰到的这里呢，其实是纸张，啊，白纸。我手里拿了个铅笔，啊，我就先从哪呢？先从我们这个头开始帮助大家。那个头都是起什么作用的？大家没考虑过。我上次问一个小朋友，我说头都是起什么作用？他说是吃饭的，回答非常正确。还有一个做生意的人，我说头是干什么？他是想事儿的，这2个功能了哈。好，当我们的精神里有了障碍，你的智慧不足了，所以真正的烦恼是在我们的精神的境界之中啊。你包括学佛呀，你卡住你了，或者你学错了，走歪了，是开不了悟啊，还都是从生理学来说，都可能与头有关系哈。所以我们开智慧，像佛陀、菩萨那些大修行人，他那个大脑结构就是不同的。通过修一修之后，我们的身体结构到大脑结构都会发生变化的。如果你的结构体是，比如说是碳元素、氧元素、氢元素组成，那么修行人就可能又加了某种元素在里头，所以是不同的。因此，很多大修行者他那个智慧是非常的广大，就是他发生了改变，所以这个头里面的问题太多了，头痛的、失眠症的，还有惊恐的。很多人那个胆小是因为惊恐而产生的，遇到什么事情都胆小，这有与这个大脑之中的东西也有关系，比如曾经受过的惊吓而形成了创伤，脑细胞受伤了，或者脑的通路受伤了，就会有问题。所以在我们的法门来修的时候呢，多数同修在修的时候，眼泪拼命的往外排，对不对？排完了轻松了，排的是什么呢？是你脑之中的障碍那些东西。那个障碍的东西多了就变成了病，脑血管硬化，记忆力没有了，有事情想不通容易发火因为脑里面有了障碍，更不要说开智慧了。你里面已经堵塞了东西，关键有些人是生下来就被堵塞了，这就很麻烦。我就是那样子。好，这就是大家的头漂亮吧？漂亮，超漂亮。你随便接收就是说你的头。如果说你的记忆力不好不够聪明经常被障碍喜欢吵架还喜欢说闲话就是八婆嘴喜欢骂人喜欢揭穿别人老底这个包括骗人等等与头部相关的这些错误的问题，我们都称为病态。然后就用我的符咒的方法，把你的病态给你消一消。Điện thông bế cần
见，没看见，马被看见，人在沙漠，大地说话，电塔，我没看见，没看见，马被看见，人在沙漠，大地说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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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塔，我没看见，没看见，马被看见，人在沙漠，大地说。我现在呢，再把它擦掉啊，把你刚才呢给你加持，再把你里面一切的障碍烦恼都擦掉它啊，之后会觉得身心轻松啊，电塔，我没看见，没看见，马被看见。电塔，我
着萨摩达地苏哈利安他嗡被看见被看见玛哈被看见南萨摩达地苏哈利恩他嗡被看见被看见玛哈被看见达地苏哈利恩他嗡被看见被看见玛哈被看见南遮萨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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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苏哈，利安他唵贝堪提贝堪提玛哈贝堪提南迦萨摩阿底苏哈利恩他唵贝堪提贝堪提玛哈贝堪提南迦萨摩嘎底苏哈利安他唵贝堪提贝堪提玛哈贝堪提南迦萨摩地苏哈安他唵贝堪提贝堪提玛哈贝堪提利安他唵贝堪提贝堪提玛哈贝堪提南迦萨摩嘎底苏哈利安他唵贝堪提贝堪提玛哈贝堪提萨摩嘎底苏好，这我又把这个头呢又擦掉了。它的作用呢，就是说，把我们在我们大脑中、精神世界之中，我们的一切罪恶那个恶业，也就是不好的这些事情，这个东西，既给你加上药去修理它，同时再把它消除了，而且重新做一个新的人，变成一个清净的人，清净才能产生智慧的，对，那么不能清净就会混乱，就像一盆水里面什么垃圾脏东西都有，分不清它是什么，所以当沉淀之后呢，所以大家回去做实验，拿个透明的桶，就在外面河沟里的水舀上一杯来放在那儿，你就看，等放上几个小时之后它每一个层分得很清楚，这叫清净，清净才能观察得清楚，观察清楚再做事才能少错误，这是最基本的清净智慧的概念。但更深层的是我们的精神世界是与天地人宇宙合二为一在看事情，那个是一种大智慧的境界。我们作为普通凡人呢，就是能够说我从混乱迷乱的思维状态，因为我们很多人的大脑这里头是稀里糊涂，什么都有，乱七八糟，理不出头绪来，所以遇到事情之后，通常总是有3个字：怎么办？怎么办？如果4个字就是怎么办？就是这样，对不对？那就是我们混乱，
大脑混乱，混乱我们做事情肯定不懂得对错，有时候会执着的对，其实还是错，因为我们看不清嘛。这不，我认为是对的，最后为什么是错的呢？因为看不清它的真相，啊，所以帮大家消除这个部分，啊，希望从今天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智慧就产生了，我们的清净产生了，啊，以后我们在对思考事物、看事物就更加清净，而且真知灼见，啊，就看得清楚就是，啊，还有一些人像头痛具体困扰你的失眠呐、耳鸣啊，还有牙床、牙痛你看看你那个前头你嘴里的不舒服、牙不舒服，现在已经开始轻松了。刚才头痛的，现在已经有不痛了，对不对？刚才反正头里面不自在，包括嘴巴里面不自在，现在觉得舒服的，请举举手。这是非常好，一定的。等再过了今天之后呢，你会觉得，哎，我怎么变聪明了？我说聪明是大的聪明叫智慧，大聪明就是智慧，小小的聪明那是小聪明，就是小人才有的。一个正人君子要智慧的那种聪明，才是最好的、最合理的，才是更叫做吉祥自在的啊。好，那这个符咒的纸呢，我再画一点东西上去。我也不懂要画什么哈。好，这一幅祝福式的符咒就完成了。世界各地有缘人如果想要的就举手哈。这一幅符咒。它到底有什么好处？不知道啊。不想要的举手。不想要的还有人举着。我看大家其实很矛盾，说到底是哪一种举法我会得到这幅画呢？你先拿着吧哈，好吧，只拿1个小时就可以了，这样好吧。我也看不懂是什么反正就是这个时候佛陀的感应，我就就这样描出来了，大家看到了。你看我作画多快呀！有时候画家说画了一幅画，画了3个月，我得急死的，怎么那么干活那么慢呢？你看我画多快啊！好了，先请下去吧。我们接着做第2项。好，接下来呢，我给大家画符。画治疗就是脖子以下到大腿以上的这一个宝盒子部位就是葫芦当中大葫芦部位，也就是身体的躯干的这个部分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什么疾病，每个人不一样的从骨头上来说，
有人的颈椎有问题呀，脊椎有问题呀。脊椎就是后面这根骨头一节一节的那个，大家见的猪骨头、牛骨头都一样，和人差不多啊。这个脊椎有问题的，几乎是100%，就是多少有点问题，尤其是成年之后，超过35岁以上的人，脊椎有问题的，就是200%；45岁以上脊椎有问题的1000%，因为一个人脊椎的好几个部分有问题了啊。对，那这是骨头的部分哈。那还有就是内脏的，心、肝、肺、脾、肾胃、肠、大小肠、直肠、香肠都有还有这个生理器官男女生理器官，尤其是女性生理器官，因为现在今天的饮食和空气的问题，还有精神的压力，容易造成一些疾病、炎症或者是肿瘤。这个问题发生的很多，作为很多女性的朋友呢，这种问题在女性多少有点疾病的比例是极高的，我就不说了，说了能吓死你。为了不吓死你，我就不说了。太麻烦了好，对这么多的问题我不讲医学原理，我们只讲佛陀给我们的加持今天我用佛咒的方式来表达它而已。有点歪没关系的，有几个特别正的呢，不多呀没关系，这个我就是画符乱画的，有些那个道士画的符比我的难看多了因为我们这个符又不是贴在家里用的那种我都不用看它。你今天在这看不看都行，你就放松了身体。你那个疾病呼呼就往外像冒煤烟气似的往外冒，有些敏感的人都能感觉到，对不对？还有那个脚丫子外呼呼像往外喷射流水一样子往外排好多人那个胆结石、肾结石完了之后在地上能找出好几个来。是今天现场的人可能掏纸就不容易了。如果你现在看你的地面特别干净的，过一会儿你最好如果有条件的话，拿那个报纸大的纸抖抖干净的，你衣服提前抖干净。好，你坐在这儿，你就听聊。等结束之后，今天的法会圆满之后，你会发现，在你的身体下面有若干颗，不是外面带来的沙子、石头、灰尘，是一种不明物质。就像 UFO 一样，不明物质洒落在那里，那就是你身体里排出来的类似结石和肿瘤的东西。什么叫念咒呢？大家就跟我念今天是谁的圣诞？好我们今天呢就大家一起呢给我念圣号，这就是念咒用心念，用恭敬心、清净心念，听起来有点矛盾差不多是这种感觉念就好了。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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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
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哎，谁跟着我念，谁就是有福气了哈！别偷懒。很多真正没有智慧的人说，我就不念，反正你也没看见我。佛总看得见你吧？佛就在你的头顶之上。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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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
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大家扭动一下腰，扭动一下腰。我是为了让你活动一下脊椎，你可以站起来活动一下腰，活动一下腰。本师释迦，摇头摆尾哈，你的屁股可以扭一扭，颈椎动一动，正在调理这个部分哈，正在加持调理这个部分。南无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要做摇头摆尾的动作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哎，好了，请坐吧。我现在又把它擦掉了啊，又把它擦掉了，不可惜哈，擦掉的都是疾病。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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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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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师释迦牟尼佛。再真诚一点哈，再真诚一点。疾病在消失，在快速的消失。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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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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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
好，这样站起来之后啊，自己身体上拍打拍打，拍打拍打。之后呢，也可以协助旁边的人拍打拍打。哎，大声的咳嗽2声哈。就拍打完之后要这样轻轻的收一收，拍打完这样收一收啊，给自己拍打完也是要收的，收就是好像在表面上轻轻的滑下去，由上而下的滑下去。我希望的，我也盼望着，啊，佛陀的能量和光芒能够传递给每一个有缘人，啊，让大家真正的身心都能够受益啊。对，我也相信有很多人，通过今天我们这个纪念活动之后呢，你那个疾病好像减轻或者是消失了。是极有可能的啊，在菩提在前所走过的路程，这样的奇迹是发生了很多很多。在世界各地的同修，如果你有这样的受益，可以写这样的汇报的文章放到网络上就好了，会受益的。其实还有你自己来听到啊这一段的内容，还有以后去传递这段内容，都会有效的。都会有效啊，对，我相信今天的受益者非常多，今天我自己所感应到的佛陀的加持的能量是极为强大，很罕见的强大啊！我相信很多人受益，很多人受益，因为觉得佛陀离我越来越近，离我越来越近啊，很多东西我不太好表达啊，是非常的殊胜，所以今天大家一定会受益的。哎，那个我在这样加持完之后呢，用这张纸擦掉之后，又按照佛陀的感应，又画了一个新的一幅画，这是一个符咒的画，都是对大家啊方方面面带来帮助的一个吉祥的一个符咒。无论是挂在家里，还是你的公司里，我相信都是很吉祥的，很吉祥的。我们什么调风水啊，那都是一件事。你没有这么大的福分，没这么大能量是得不到它的。所以你有了这个能量，有了这种吉祥的东西，它就会招人、招财啊，这才是会获得你人生中所希望的那种成就啊。我相信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帮助，哎。想要的人请打电话到台北禅堂来。接下来呢，大家活动一下你的腿脚哈，活动一下腿脚。我现在在你的全身上哈，全身你认为有病的地方，我吹几口气，我吹几口气啊。就把那个疾病就吹走了哈。
好，在接下来呢，我为大家的发心在佛前供灯，我来点灯，谢谢大家。好，诸位，好，念佛声，先静一下啊。今天呢是沾佛光啊，沾佛光，所有的有缘人都是有份沾到佛光的，我相信这一点，你相信吗？相信。你现在相信这一点呢，你一定会沾到佛光，你的为难的事情一定快速的得到解决，哎。对，还有呢，像我刚才呢给一些发心的同修啊供佛点灯，点灯的时候呢，有没有人注意到啊？有些灯我点了10次都点不着。对，这个时候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因为在真心供佛是很灵验的，这个时候就佛在告诉我们说，你最近或者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是不太顺的，不一定是哪一方面，有的是身体的，有的是事业的，有的是家庭的，也有是子女，对很多重大的事情上的一些不顺利啊。那么像这种呢，这种同修，你可能是需要叫消灾啊。本师傅不是算命先生哈。你消灾吧，点我买2根洋蜡啊，我帮你消灾之类的，不是这样子的，是你自己的功德和灾难之间的这个平衡比例问题。啊，这个功德与灾难之间呢，还有一个是与你这个宇宙间的一个规律，叫流年大运的部分。而当你到了这个流年这个时间，也就是宇宙时空，你这个命相的人。你这个属性的人，啊，这个时候他是好还是不好？赶上不好的时候呢，到了这个流年运的时候，并不是指你整个生命不好，是在这个时候有时候危险。就是你可能在长江里划船，划到快进到海的时候，当这种运气不好的时候，就可能会翻船了。就是你这一辈子都好，到最后一下不好了。它有这样的，所以有时候这种流年运差的时候，就是最麻烦的，有的是整个船翻掉，有的可能经过一番风雨之后呢，没有翻还保住了，啊，有的还会不但没有翻还会更好，这都是有的。那么像有这样的这些同修要注意，多做功德，多来念佛，多来护持道场，菩提道场，啊。是实修的道场，啊，是实修的道场，我相信是最灵验的，不信大家去抽签就知道了啊。菩提道场以后在全世界的道场之中都设这个一个抽签看自己的运气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我们不在于给大家算命，是你自己
感觉一下你最近的命运和运气怎样子。你修得好，你抽到的就是好签。啊，你抽到了坏签没关系，多做功德，多修行，一定会改命的。啊，像我刚才点灯就是，尤其是前面的同学有看到，真是点不着它，我的急得捏的我的手都疼，他就点不着。啊，有些人的灯就是点1、2下着了，啊，这个都是正常，有的点好几下呀，啊，所以这个要小心一些啊。好，今天我们都沾佛光啊，沐浴佛陀的好日子。今天在场的好朋友们、同修们啊，都沾佛光。那今天如果你乐意的话，我呢给你借佛陀的这个佛光圣水，为你加持，为你消灾解难，消除一切烦恼，消除一切厄运，让我们吉祥、自在、健康、长寿、顺心顺利。对，今天给大家加持的这个圣水中，最强大的能量呢是财运的最强大的能量是财运，还有事业我还对财运事业，我还专门又要了一点情感对，家庭这个夫妻情感不顺的找对象不太顺畅的。夫妻不太和睦的这个都能够幸福吉祥有时候你的头发洗得怪干净的我就拿点水给你多洒点，行不行？行好，行，我可就开始了。大家消灾灭难，吉祥如意。释迦牟尼
好，诸位，好，谢谢，祝福大家，吉祥如意，健康长寿，行大运，行好运。好，我还有宝没有展示哈，大家还想不想见识啊？想减肥的举手，想把那个腰变细一点的有没有？好，我们除了现场的哈，其实所有以后就听到看到这一段加持的人都会非常有效，保证把水缸腰变成小妖精啊！但是之前呢，我在做这个方法的时候呢，它是一种特殊的一种符咒的一种能量，就是我呢是举一反三、一通百通的一种做法。其实佛并没有传授我让大家变成小妖精的感觉啊，但是呢，很多人都希望腰瘦一点。那你们说腰瘦一点好还是胖一点好呢？瘦一点好。哎呦，那我就顺应民意吧啊。反正是你的腰瘦，也不是我的腰瘦啊。好，哎，我觉得腰瘦一点的穿衣服确实好看一些。哎，之前我让大家腰变瘦有没有作用啊？有。如果没有作用的，觉得没作用的，就赶快给我出去啊！那怎么可能呢？哎，但是有一个人说：“师父，那天我减肥2公斤没有了啊，但之后1个月之后又反弹回来了，那怎么回事呢？”我就是晚上加些夜餐啊，夜宵。他还告诉我，俗话说啊，马不吃夜草不肥。废话啊，你晚上吃那么多，能不发胖吗？就是。受到加持之后，我们注意哈。我告诉大家，其实平时注意保持好身材的一个简单的秘诀。如果你是人的话，你就能做到啊。如果你不是人的话，当然随便，好吧？因为是属于猪八戒那个行列的啊，就是觉得饱了就不要再吃了，好吧？好。有些人什么都好，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和手，明明已经饱了，还继续。手夹到饭和菜，继续往肚子里塞，那不是变成猪八戒那个行列吗？对，腰就会变大的。你把我能急死，知道吗？所以要注意，要让自己美的话，一定要有自我管理的能力。佛法说那叫自觉，连手和嘴都管不住，那就是不自觉啊。这个快速变胖，那是超级不自觉啊。好，这就是你的腰，像这样看挺瘦的，对不对？哎，其实可以让它更瘦一些。你的腰围，尤其是我们的女同修自己知道自己的腰围吧？都知道吗？有的人不知道的，我不给减的哈。你根本不关心自己的腰什么样子，当然也有人是叫做破罐子破摔了，就这样子了，已经成水桶了，还有什么可在乎的呢？最后走路都不管红绿灯了都。你想想，发胖之后人会颓废掉了，不能这样子。从今天注意哈，回去学会自觉啊。你注意你的小老腰啊有多粗，之后回去去量，一定会减的。减不了的话，我给你赔个腰。但是你的裙子和裤子就得换了。你不用说，我来配合吸气，不需要的，放松就好了，无所谓的。这个毛巾又不是你，但是我就是能把你的腰拧得细一点。哎呦，油水都拧出来了，哇，这是你的肥油啊！哇，这可不是甘露哈，这都是脂肪。这是你吃的那些多余的部分，哦，继续减。
在美容店减肥多难了啊！我在看到一个美国影片介绍，人减肥太胖之后啊，医生其实在做手术，把里面的猪油全部掏出来，是这样子的啊。这个人减肥和猪减肥差不多，都是用手术的才行，在我们这里不需要的啊。以后就是说，你之前的属于水缸级的腰，以后慢慢变成小蛮腰，再变成魅力十足的小妖精。啊，这还在出油啊！你看看。再沾次佛光哈，因为拧不动了。我就不用力了，其实用力是骗我自己的哈。这是符咒啊。其实有些人就感觉现在小妖精开始出现啊，腰就开始变细了。再给大家传点减肥的方法哈。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不是大小便，而是喝一大杯水。有人怕喝冰水的话，可以喝温水也可以，就是不能喝很烫的水啊，那是对健康不利的啊。喝温水或者是室内的温度，你睡觉房子的室内的温度啊，喝一大杯啊，特别方便排泄啊。对，因为这个食物堆积在肠胃里头啊，会让人吸收一些不该吸收的东西。所以一旦因为这个原因变成肥胖的时候，其实就吸收了一些毒素的那些东西，就比较不健康啊。那个大肚子要变小一点哈，哎。还有人呢，是为了我配合你减肥哈，从现在开始不用吃饭了，不饿了。长时间的人可能有超过半个月的，不饿吃不下去，但不是病态的哈，所以病态的你要自己注意啊，不饿。但是如果饿了，可以开始吃，开始吃的时候不要狂吃，要吃流食，像我们所说的稀饭，就大米煮成粥一样的稀饭。从那里开始吃，但是都不要吃太饱，要注意哈。从辟谷不吃饭到开始启用食物的时候，不要吃干的，不要吃油炸的，不要吃荤的，吃素的稀饭，吃一些青菜的，尤其是生菜类的是最好啊，这样有利于消化，有利于能够排出来。因为你很多天如果不吃饭，肠里面都是空的扁的，它不容易排出来。所以要吃流食加水加蔬菜的东西才可以。那个烤面包尤其吃不得，披萨吃不得，那个东西吃了之后就卡在肚子里头，不容易出来的。尤其是意大利人弄的这个破馅饼，就是披萨加 cheese， 再加上些肉，吃了之后干脆就堵在里头啊。他们店的人肯定听到我这么讲会不高兴，但是他们自己都不敢吃了，因为他们里面所有的人吃了第一个礼拜的时候卡了1个月出不来，因为它是烤的、烘烤的，变成的所有的白面的部分全变成了什么样的东西呢？类似糊焦了的这些面食，
它的性质几乎都改了。他的，谢谢。都需要往外排出一点油来哈。已经无油可挤了啊。这样你的腰如果减了之后呢，我们论每公分算啊，每减1公分的，请我吃1次饭，好不好？好。哎。减了3公分的，在菩提道场，要打扫3天的卫生，好不好？这个都不干了。减了10公分的，减了10公分的，那就，这样往外赠送1000本杂志，行不行？好，祝大家吉祥如意，谢谢大家。